高身高的选手，哇！直接后手击倒。中国重量级拳坛有这样一位选手，曾多次重拳重腿击倒对手，也曾被对手多次击倒，但他不一样，被击倒总能顽强地站起来，给大家展现超级逆转的一幕。此人就是打不死的扶腿郭强，顾名思义就是腿法像斧头一样铿锵有力，身高1.84米，来自大东翔俱乐部，大东翔不养闲人，可想而知郭强的实力有多强。回顾以往郭强的比赛，他跟很多世界冠军都有过交锋，并且还多次 KO 对手，战绩不俗。今天给大家带来2场郭强的经典大战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首先他的对手是 WBC 世界冠军斯迪贝切克，双方身高相似，就是对手长得像大猩猩一样。干掉了目前重量级第3的 Jason。郭强扶腿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而且现在已经荣升了大东翔的教练组团队啊。自己不光开始打比赛，也开始教学，对自己的提高，自己认为是很多的。哇！哦，上来之后啊，双方的这个对攻非常的精彩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的观众都认为郭强只有腿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在新西兰的一战的比赛里，郭强用短时间就用自己的拳法击败对方以后，郭强攻势很猛，频繁地将对手逼在围绳边，随即就是重拳不断的轰炸，上来就掌控比赛主动权。郭强有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扶腿，说明他的腿法很刚硬，但这不代表他的拳法不硬。两人这是重量级的大战，每一拳的分量都有几百斤，更何况郭强还是王中王，盖中盖，重量级拳坛的佼佼者，拳头打在对手身上可不是说话的。对手现在招架不住，就有了搂抱的现象。然后有连击哇！郭强给我的感觉就是突然有一天，然后领悟了一本武功秘籍，然后自己的拳法就突飞猛进了。这个终于习练成功了，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。对，不知道是不是少年，我发现你天赋秉异啊，送你一本书。当然有可能是高人指点，加上自己后天的这个灵性啊，的确是这样的。两个人的连击，郭强现在重量级对决就是非常有观赏性，每一拳都是很沉重的打击。对手毕竟也是 WBC 的世界冠军，看他的身体素质，应该是非常抗揍的，并且他打法非常激进，不断的想打进郭强的内围，近身之后还有顶膝的动作，千万不能轻易让对手近身。重拳重腿的杀伤力很强，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被读秒了，甚至是直接 KO。但这就是重量级比赛的精彩之处，双方身高看上去相差不大。四位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和表情啊，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杀气。没错，刚才几个重拳也打得很准。后柔塞到了，上勾，对背找机会低扫，但是低扫对于扶腿来说意义不大。对，我印象中没有，郭强从来没有被人低扫扫倒过。郭强前后手邦邦2拳将对手击倒在地，对手眼神都有点散了，被打的神情不太好。裁判在一旁进行读秒。郭强的重拳还是更有杀伤力，绝对力量占据上风，并且非常精准，打在对手身上根本就招架不住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对手已经被重击倒地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郭强不会再给对手机会了，趁他病要他命，一定要抓住机会将对手终结。后上勾，后手2次、3次。继续，机会就在眼前。郭强是真的是很少选手能把这个上勾打得很好。对，因为还是比较轻松，还是顽强的。脚下开始趔趄了，还能不能站得住？最终郭强以 KO 的方式赢下比赛，打得非常精彩。接下来这场比赛依旧是郭强精彩的一战，对手是来自新西兰的摩西。我们直接来看比赛，白色短裤郭强，红色短裤摩西。这是一场88公斤的重量级大战，郭强进攻很主动，重拳频繁地将对手打退。劲舞搏击俱乐部的摩西，而这场比赛呢，这个摩西呢，是因为赛前的超重啊，已经被压了一点了。实际上3.5公斤已经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级别了，等于比郭强将近大了一个级别了。对。那么88公斤级，我们算一下，如果再到下一个93的话，实际上只有7公斤。是，
郭强这场比赛呢，跟对手的直接体重应该大概有10公斤左右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是，所以说在这个相差上，其实呢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数字不大，但其实呢，在郭强刚开始并没有使用腿法，还是以拳法为主，绝对不能小瞧郭强的重拳。上场比赛仅1回合的时间就将对手终结了。这回合上来，郭强都是看准了再出拳。郭强的身高更健硕一点，在两人随后的进攻中，郭强一拳精准命中面门，但裁判并没有读秒，对手则是犹犹豫豫的出拳，似乎是被郭强刚才的一波进攻打怕了，所以非常畏惧郭强的砸拳。小心，低扫。郭强这个作为扶腿的来源呢，就是经常会把对手扫到站不起来。是啊，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一个选手，而且他的这个进攻方式呢，非常的势大力沉。是的，这一次啊，郭强有一个自己的杀手锏，也就是秘密武器。他已经这个偷偷的练高扫腿练了很久了啊！哎，我们看这次有没有机会用出来这个技法？这个王一博老师在比赛当中给大家透露了一个小信息。哎，没错。我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看的时候也注意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练的。郭强现在占据着比赛主动权，刚才的一记鞭腿非常沉重，听声响就十分响亮。不愧是有着扶腿的称号，就是杀伤力十足。这样频繁的扫踢能给对手带来很大的影响，打乱对手的进攻节奏。现在郭强步伐上连续逼近，对手还没有找到应对对手的办法，只能不断的往后拉扯，争取不跟郭强有正面交锋。他现在要是换拳的话，很可能不是郭强的对手。会推出 MMA 的赛事和环球级的赛事。那么这个6角形的擂台里边，哇，摩西的前摆后勾啊！郭强被中了几拳，自己也表示，哎呀，这个打得有点不尽人意啊。但事实上，郭强在整个第1回合的表现，我们觉得还是压制能力蛮强的。对，应该说呢，这个在2位选手的这个对抗当中啊，我们也看到2位选手的实力，而且呢，2位选手的特色呢也都是非常明显的。是的。对于这个郭强来说呢，在体重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，上回合绝对是郭强的优势，这回合是发力的关键，郭强势必要拿到主动权，争取这回合就将对手直接终结。但上回合的比赛中也不难看出，对手的抗击打很强，虽然命中很多重拳重腿，但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影响，就是现在腿法上移动比较缓慢，这是郭强之前的扫腿攻势起到了效果。不得不说，郭强的战术很成功，先影响对手的移动空间，随即再近身找机会砸拳。那么其实我们在勇士的崛起的赛场上呢，每一个选手都非常希望能终结对方，因为在终结以后呢，我们会得到500起评分的25%的增加分，也就是125分。是。那打到判定只能有15%，那只有75分了。对。这样在前面的个人分数以及累加到后面的团队分数呢，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哦，哇！拳法的击斧，摩西，郭强一拳精准命中，对手转身边拳进行还击。现在郭强还是在寻找时机，对手打击虽然并不强，但防守上确实很难出现漏洞。郭强一时间也打穿不了对手的防守，现在就看对手会如何应对了。毕竟前面郭强建立了很大的优势，现在要是想反压制郭强很难，他是不会给对手机会的。但郭强现在还没有拿出自己强势的腿法，节奏相对来讲还是中规中矩的。技术上是有优势的，其实是有优势。如果说这个不论这个郭强的表情很轻松，反观摩西啊，这个应该说呢很紧张，体能消耗也大，特别是被郭强，我们看腿已经反应很大了，已经很难吃力了。对，而且有时候就不自觉的呀会往后躲。没错。这样的话，对方的左腿啊，又有一次，对方如果前腿被这个郭强踢到这个没有办法支撑了以后，自己的拳法也会受影响。因为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决胜局，对手的左腿已经红肿起来了，这都是前面郭强的打击起到效果。以这样节奏打下去的话，郭强赢下比赛也只是时间问题，因为双方之前打的都比较平和，所以现在还保存充足的体能，没有出现体能不支的情况。而这回合对手依旧是保守打击，并没有很强势的反击郭强。可以看他的节奏啊，非常的这个好，就是先试探，然后就是一个强力的进攻，张弛有度，像皮筋儿一样。是，这个呢看起来也是非常享受的。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郭强拿下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就是看怎么拿下。对。
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双方最终打满全场，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郭强大比分优势获胜。虽然没有 KO 的情况出现，但也非常精彩。大家觉得郭强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之后我们有2位选手呢，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呢，会逐步的在登场了。没错，那么我们本次比赛呢，郭强并没有。